大家好，我是商哥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portfolio 啊又更新了。这周咱们新开仓了一个 VZ Verizon 啊，美国这个电信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 IBM，哎呀，悔不当初呀，非常抱歉啊。本来礼拜一的时候是给大家录视频啊，录了一半，然后有朋友来啊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哈，然后就没有接着录。如果礼拜一的时候啊，大家仔细看我的那支影片啊，有细心的小伙伴肯定会发现啊，上哥新开了一个 Verizon Communication 这个窗口啊，就在这个位置啊。当时没有录，但是呢，礼拜一咱们是开仓了啊，开仓直接干了200股啊，观察仓，哈哈哈，不是观察仓啊，直接干，咱就直接干啊，200股，然后是46.01啊，哎，怎么多了1分钱啊？大概花费是9200刀。然后那为什么会开仓这只股票啊？当时除了这只之外啊，咱们礼拜一的时候还做了一只就是 IBM 的一个分析啊，但是很可惜 IBM 当时商哥没有开仓啊，哎呀，我了个兜儿，想着 IBM 当时想着是等到下一周再开啊，咱们做这么样一个投资组合，一个 Microsoft 的一个 VZ， 一个 IBM， 再加上我们的 Catch 账户啊，那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投资组合这就算基本完成啊。但是 IBM 咱们本来计划是下周开仓啊，但是呢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他妈的昨天一个大阳线啊，然后商哥在尾盘的时候杀进去了啊，大概开仓的位置是251块钱啊，这个 IBM 开仓位置啊，哎呀，反正也是这一天啊，昨天可以看到这个小箭头啊，咱是杀进去了，然后是251.04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咱们的开仓这个逻辑啊。咱们可以看这张表，这张表就是咱们的这个资产分配啊。这个微软的话还是不变啊，42%的仓位。然后 VZ 啊 ，Verizon 这个的话，根据商哥的相关性分析啊，和 IBM 以及 VZ 啊，当然商哥最开始看好的是 IBM 啊，为什么？哎呀，真的是可惜啊！因为 IBM 它也算是现在比较火的这个 AI 领域啊，它也算是一个龙头啊，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IBM 啊。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IBM， 近几年啊，咱们不看最后一个大阳线的话，近几年一直是一个震荡下跌这么样一个趋势。所以说它的走势呢有一点点拉胯啊，然后我们的这个 Verizon 呢相对来说就好很多了啊，然后这一年的话也是有一个趋势上往上走的这么样一个趋势啊，所以这在商哥呀在敲定了这个微软之后啊，咱们就要选咱们的这个防御性的股票啊，选了2只啊，一只 IBM， 一只 VZ。那首先看 IBM 除了走势之外，其实 IBM 它是一个 AI 领域的一个小的龙头啊，咱不能说大龙头啊。咱看这张图，这个1季度的这么一个报告啊，如果有谁还不知道 Gartner 的话哈，我建议大家你们就不要去炒这个 AI 的任何股票了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的话，那排在首位的就是谷歌、亚马逊、微软、OpenAI 以及 IBM。其实 IBM 在这个图上还稍微领先一些 OpenAI 啊，大家真的是不是有点孤陋寡闻啊？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商哥首先会去分析 IBM 和微软的相关性啊。当然在商哥分析完了之后啊，咱们先把这张表更新一下啊。这个 IBM 现在目前的仓位啊，来到了6276啊。商哥在进行了一顿分析之后啊，咱们的分配比例其实应该是3:2:1，也就是说咱们的 VZ 啊，
对标 Microsoft 也就是28%啊。那我们其实可以除一下啊，42除以28是多少啊？42除以28，对吧？是 1.5 倍。那也就是 Microsoft 对于 Verizon 是3:2这么样一个比例。然后 Verizon 对标 IBM 啊，咱们也可以看看42除以14，对吧？刚好是3倍啊。咱们商哥的数学还是非常好的啊。目标金额啊，大概是3万、2万、1万啊，这个零头咱就不算了啊。然后实际的仓位也差不多了啊。现在实际仓位微软的话，18000，总共离42%不远了。然后按照这个比例的话，咱们的 Verizon 也提高到了9000刀啊，然后 IBM 到了6000刀。所以说这个比例是大差不差的啊。最重要的是我为什么要去算这些东西？一个是 IBM 啊，它有这样一个在软件方面啊，在这个 AI 领域它有这么样一个龙头的属性啊，小龙头啊，不是大的龙头，和谷歌、亚马逊啊、微软比它还差一截。但是也算是在第一象限啊。我们看这个图的话，有4个象限，对不对？ IBM 很显然啊，也是非常非常的哇塞的啊。除了 AI 的相关的啊，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一点，就是它的一个大型机啊。所以说为什么要加上 IBM 啊？如果说 AI 这个领域啊，它进行一个回调啊，或者说 AI 泡沫，那我们 IBM 作为传统的这种大型机也会起到一个对冲的作用啊，这是第2点。然后还有最关键一点是什么呢？ IBM 啊，它还有一个股息率啊，它的股息率差不多啊，能有 3% 啊。它是一个怎么说呢？是在 AI 软件行业里边啊，一个比较好的、一个比较标准的这么一个防御型的股票了。如果从资产配置的角度，我们是可以配置的，但是配多少啊，那就是一个比较技术性的问题了。当然，咱们再去找这个 Verizon 的时候，也是同样的啊。我们去这个网页去看，上哥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啊，就是这个 MarketBeat， 咱可以直接就在这顶上搜啊 ，MarketBeat， 然后搜这个分红啊。这边 Verizon 的话，它给你算出来啊，也就是差不多 6% 啊。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搜一下 IBM 啊 ，IBM 的分红，对吧？2.67%。如果说它的股价再往下跌的话，甚至能达到 3%。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商哥把这个 IBM 和 Verizon 啊这2只股票纳入在我们这个整个的投资组合这样一个作为一个防御性啊，或者说对冲微软这么样一个股票来进行配置这个角度出发啊，给它加进来啊。那么怎么配呢？加多少呢？啊，这个的话就需要进行这样一个相关性的这样一个分析啊。这边的话可能啊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专业的这么样一个分析啊，上哥简单讲一下啊。我们是取的周度的数据啊，不是像微软啊，微软这边的话咱们都是按日来进行这样一个复盘啊。这2天微软的话一直也是在震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进行资产配置的时候，主要的这个操作还是要看微软的日线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进行配置这样一个考虑，也就是说微软买了多少，我相应的 IBM 去买多少啊？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不需要去做这种每天的啊去进行复盘呀，什么加仓窗口啊，也都不太需要去看了。最主要的就是看一个相关性啊，还有就是一个它对于防守这样一个股票的考虑。刚刚防守端已经讲了啊，就是他们这2只股票，一个 IBM 一个 VZ 啊，他们2只股票都具有很好的防守的属性啊。其中 VZ 的话我觉得会是更好一点，因为它在近1年的走势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它是一个画一下线啊，它基本上是一个，对吧？它的价格中枢它是在一个往上走的这么一个态势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说现在杀进去的话，大概率是不太容易会亏钱的啊。
当然，如果说出现有一些极端行情啊，这个咱也不敢保证。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样一个相关性矩阵、相关性分析。